这是新疆的 S101公路上的百里丹峡。S101公路是离乌鲁木齐不远的这2年大火的网红公路，很多人甚至把这里和独库公路、伊昭公路相媲美。如果你从乌鲁木齐出发去伊犁，正好可以把这个公路作为必经之路。可以在这里玩1天，顺便在独山子住1晚，然后继续出发。如果你喜欢这里，就可以把它当作攻略吧。从可可托海飞往乌鲁木齐之后，陆续和几个拼车的自驾伙伴在野马丝路驿站汇合。这是清晨的野马丝路驿站酒店。稍微动一动就不行了。今天开始和4个伙伴自驾环天山之旅。从乌鲁木齐出发，第1天我们选择了游览 S101公路。因为前一段 S101公路塌方，所以我们选择了从呼图壁进入。导航从乌鲁木齐到呼图壁大丰客运站，然后向南走146的乡道，走不远就可以看到了这里的丹霞地貌。这2天说 S101公路封闭，所以很少有车来这里。大约行驶1个小时，就穿到了 S101公路。从呼图壁进入 S101公路，其实道路非常好，只是前一段有局部塌方，有一段路封掉了。往前开不远，就到达了这里的百里丹峡景区。路上也陆续看到了几辆车，他们应该是从硫磺沟开过来的。百里丹峡是一个免费的景点，有不少的观景台。近处的一些山体有不少青草覆盖，但远处的就是红彤彤的山体。看看山，多奇特的形状。整个百里丹峡景区距离非常长，如果你有充足的时间，有一些小路可以进入这些景区，可以拍到更为鲜艳的丹霞山体。再往前开10几公里，有一个岩画景区。这个景点可以开车进入，但是每个人收费20元。进入景区也要开一小段路。和公路上的景色相比，这里感觉稍微好一点。一面是绿油油的草甸，
很多牛在这里慵懒地躺着，而另一面就是红彤彤的丹霞山体。再往前开几百米，前面这座山就有很多的岩画。这座山形状非常漂亮，像一个巨大的影壁。爬到山底下看一看这些岩画。岩画就在这座山的岩壁上，现在已经对这些岩画进行了一些保护，还是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些图案，很多都是一些图腾的图案。站在这个岩画的大山下，往远处看，景色也是非常漂亮，所以还是值得爬上来的。非常可惜的是，从岩画这里再往前就封路了，因为前面有一段塌方，我们只好往回返。不过往回的路走了另一条路，也不错风景。这个也是 S101公路的沿途线上的景点。这个百里丹峡基本沿途都是这样的风景，非常美。路上很多放牧的牛挡住了去路，这里也修了一些栈道，目前都是免费的。不过需要提醒的是，这里的很多地方都长了这样有毒的植物，千万不要去触摸它。我就是不小心撩到了这些叶子，手剧痛刺痛，不过十几分钟之后稍微得到了缓解。S101公路上有一个非常美的叫肯斯瓦特的水库，但是前面的路又不通，我们很不甘心，于是返回，从呼图壁又走到马纳斯，从马洪线继续插到了S101公路上。终于前面看到了肯斯瓦特水库。这个水库的水非常的绿，观景台就在路边，从这个角度看上去还不能看到水库的全貌，所以在这里飞一下无人机是非常棒的。欣赏一下美丽的肯斯瓦特水库。用无人机从上帝的视角看上去，确实比平视的角度美太多了。在这里，我们几个伙伴一起飞了下无人机。本想继续往前走，可是前面的道路又封住了。
不得已，我们只好结束了今天的 S101公路之旅。去往奎屯的路上，一路上景色也非常美，尤其是有很多的大峡谷。总的来说 ，S101公路非常值得前往。如果你下次从乌鲁木齐去赛里木湖，完全可以走一段 S101公路。玩一天之后，正好可以住在独山子或者奎屯。我们这次就选择住在了奎屯，没想到这座城市非常的干净美丽。结束了第一天的环天山之旅，明天我们去赛里木湖。谢谢关注北京老刘的环天山之旅。趁现在还有期待。这里是离昭苏不远的下塔古道。会被风吹向大海，不再回来。这里有一条非常经典的徒步路线，景色非常优美。远处就是雪山，看看。昨晚住在了昭苏，一大早就开车前往下塔古道。很快就可以看到远处的雪山了。下塔古道海拔大概2600多米，所以6月中的时候还有不少的雪山。很快就到了下塔古道的大门。下塔古道的门票是38元，但是里面有2段的交通车。第一段交通车大概28公里，车票40元。里面仍然住着不少牧民。路上会遇到大批的牛群。牛群挡住了道路，被司机的喇叭吓得四处逃窜。看那头小牛，都不知道站哪里好了。今天中午的天气不是很好，景交车会中途停留2个观景点。这个是河中的神龟石。景交车一直沿着峡谷往深处进发，远处可以清晰地看到雪山。在伊犁如果能遇到好天气是非常幸运的，但是阴雨天是占了大部分。这个是停留的一个观景点，在这里可以停留5分多钟，可以拍照。这里的景点有流沙瀑布，还有九曲十八弯，远处的雪山。车辆继续前行，将近1个小时之后，需要在这里换乘另一个景区车。这一段路程7公里，景区的电瓶车50块钱。当然你也可以选择徒步，我们选择了这段坐景区的车。中途也会停在这个地方停留拍照。这边视野比较开阔，两边的景色都不错。景区车继续前行。大约20分钟到达了终点，这里有一座吊桥。这座吊桥还是很漂亮，而且风景也不错。
这里有很多漂亮的骏马，而且这里开满了鲜花。很多游客把这里就当作终点，非常悠闲自在地在这里休息。而这里只是我的徒步起点，绝大部分人是骑马进去，但也有不少我这样的喜欢徒步的人。这段徒步的旅程单程大概3-4公里，突然下起了小雨，道路还是比较泥泞的，上次带的鞋套已经穿破了。小雨下得不大，没有犹豫，继续向前走。两侧的雪山都清晰可见。大约走了1个多小时，前面看到了希望，因为天空出现了蓝色。每次都幸运伴随着我。走到终点，天气放晴了。感觉一路的辛苦都是值得的。停留了20分钟，开始下山。这里的草甸太绿了。远处的群山非常漂亮。终于返回了徒步的起点。今天计划住在特克斯。路过昭苏的时候，看到路边有大片的芍药花。
远处还可以看到雪山。我们把车停在路边进去拍照。这是片私人的芍药花园，据说4年才开放一次。整个的景色还真是挺美。这个位置离天马文化园很近，就在路边。有点像神仙居住的地方。其实昭苏最美的季节是7月，遍地油菜花。没想到6月在这里遇见了芍药花。无人机航拍一下这个芍药花。确实非常壮观。晚上10点，我们到达了特克斯城。特克斯的夜景很美，这个城市最大的特点是从空中看下来，可以看到一个八卦的图案。这里可以放飞无人机，让我们从空中看一看这个八卦城。明天去琼库什台，一座非常美丽的历史文化小村庄。